好，岳老师讲到胡搞乱搞是什么？即将要到来4月2号这么一件事情，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很紧张，现在呢4月2号开讲啦，不是美国制造的汽车即将所有的都要加征25%的关税，连零件都入列。我看到台湾今天马上就有立委问，我们有22家公司会受到影响，但是呢，川普这个是要推动制造业回流，是贸易战的一大升级，只是这样子的一个讲法，真的有办法来撼动吗？川普的讲法是说，近半数美国市场的通通都是进口车，原因是因为不在美国做组装，你跑去我隔壁的加拿大，跑去我隔壁的墨西哥，还有中国供应商，那他觉得这一些呢，通通都要回来才可以。可问题是呢，现在有一个宽限期，说呢是1个月的时间，只是呢这个零组件的关税期不会晚于5月3号，所以还是会进行，意思就是没有人会被差别对待。可是呢，有一些可以例外，比如说，如果说呢，你针对所有的国家，但是呢，你如果是税率比较低的话，那有可能可以谈的原因是因为你对我的贸易逆差没有那么样的大嘛。那包括现在川普也讲了，说他还不会宣布晶片关税这件事情，台湾这边呢就稍稍的松了一口气了。可是呢，跟中方彼此之间，又开始抛出新的议题了，说是不是我们来换一下，你卖 TikTok 给我，那我就调降你的关税。今天有了一些新的进展，那这个呢，中方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回应，大家就会非常好奇。其实美国现在为什么要这么强硬的围堵？很多人都说了，贸易战背后其实更大的目标还是包括了 AI， 包括了科技战，因为呢，他们希望你们多买一下我们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华尔街日报》就指出啦，国安为由，所以呢，把中国的公司列入了黑名单，其中有一家呢是购买辉达的浪潮集团子公司。那基本上呢，他们就是辉达啦、Intel 啊、超微等等制造商的主要客户。所以呢，回过头都还是有商业上面的一些因素。英国媒体也讲到啦，说你中方现在呢，其实先前不是有人说它可以做出3奈米吗？然后现在有一些新规定呢，也有可能会让辉达的销售不好，影响到他们在中方的业务，这一些其实美方或者是西方也都有注意到。那对于中方来讲，他现在当然就是我先顾好自己的内需，我告诉你欢迎你来。所以王文涛呢，在1个星期之内见了8位的外企高管，告诉你我们这边就是非常的稳定，而且我们一定会跟您合作来做开放的，希望你可以继续投资下去。只是当美国有这样子的一个大框架的时候，下面的企业会怎么做呢？因为川普现在也很直接讲了要记关税，所以美国的4大的这个厂的股价都开始暴跌了，而且呢，附近的这些盟友通通都说你会打到我。加拿大总理直接告诉你，你就是对我直接的攻击，让我不得不报复，我们也一定会报复。而另一点则是什么？则是呢，加拿大现在也开始跟中方友好一些了吗？原因是因为中国荣盛石化呢是要在加拿大开一个办事处，同时呢他们要开始买原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就会让美加中之间的这个往来会更加的多、更加的频繁呢？墨西哥也跟美国喊话，你给我加关税，就是给你们自己的人加税，因为我们这一边在产线结束之后，成品不也都是去你那边，会影响到你的消费者吗？讲到了汽车，德国最伤啊！欧盟现在就直接讲啦，说如果你要接着这样子的对欧盟的打击的话，那德国前3大汽车品牌基本上对美汽车出口大概是73%，每出口3辆保时捷就有1辆是卖到美国去，6辆 BMW 就有1辆是卖到美国去。那不是只有打到我而已，更会增加到你们自己的一些风险。毕竟啦，贸易就是有来有往嘛，有收然后有给嘛。那如果说呢，现在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平衡给打掉的话，有可能两败俱伤，还是好到一个人？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川普现在呢，4月2号就是不是美国制造的，我所有都加关税。我这不知道川普的目的啦。如果说，各国的汽车还是不回流到美国制造呢？因为事实上有很多会在外面制造，比如说墨西哥，对，它成本怎么会只有省25%呢？
绝对不止嘛。这个到墨西哥生产，光是那个劳工的工资啦，我看大概就省一半以上嘛，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个算盘是什么啊。反正你不要高估川普的经济学的能力了，所以他很有可能就是搞到世界大乱了，然后他也不会达成目标了，因为这不太可能会因为25%，然后大家就回流到美国做制造嘛，怎么可能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相当不现实啊。不过而且为什么现在忧虑的人越来越多啊？因为这一次感觉比较像1930年代，大家都不服输了，所以可能就会互相你加我也加，对，那就会造成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就是这样造成的嘛，对不对？就是彼此的贸易都大量减少，对，那很多厂商就因为没有那个出口的订单，那结果就倒掉了嘛，那结果就引发了连锁的风暴。是，我认为川普根本就没有估算过这个可能性啊，那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他的程度太差了啊，因为他认为就只有关税嘛，他其他东西都没有看到啊，就是一个产品之所以会到某个地方生产，一定有它的特殊的原因啊，怎么会只因为关税啊？如果这样的话，那2018年就贸易战了，打到现在都已经7年了，那为什么中国大陆产品卖到美国还那么多呢？对不对？为什么沃尔玛现在还是有60%是买中国的东西？那跟2018也没有差多少啊。我觉得川普连这个都不去问一问沃尔玛的老板，明明就已经加了14.5%的关税，在那个时候，你们为什么照样买中国的？那么类似的情况也不是只有中国大陆有这个情况啊，是，就是说这个一个产业会在哪里发生，这个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啊，这绝对不是关税一个因素造成的。然后川普他后来设定的就是汽车，那请问这个逻辑是什么？为什么是汽车呢？美国的车有竞争力吗？你去看现在全世界真的在买外国车的，我们本来看到的都是日本车跟德国车啊，有人在买美国车吗？结果他第一个要保护的是美国车，你不觉得这也是很奇怪吗？就你那个造船业当初就是因为没有竞争力，所以就外移了，那他现在又发现这个造船落后太多了啊，第1名中国，第2名韩国，第3名日本，那美国落后非常远了，那现在又异想天开说要发展造船业，我觉得他都是随心所致了，所以我坦白讲，我认为会大乱啊，那就是乱到美国股市再大跌一波啊，那他受到压力，然后会再回来调整啊。我认为基本上川普这个第2任是从头乱到现在，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觉得他的第1任逻辑还比较清楚。那第二任真的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就是你如果设定你的对手是中国大陆，那你就专心来跟中国大陆就全面开战嘛。是。就他第一个打的是加拿大，还有墨西哥对不对？那接下来又发明了对等关税。那对等关税本来的想法是有所谓的适量关税，对，就是我们税不要征太多，就征到一个适量，刚好对美国最有利啊。可是没有人要理你啊。我们到现在没有看到有人立刻让步的所以怎么办？比如说你扣了人家一个关税，那对方不让啊，也给你加啊，那川普你怎么办啊？你要再加税是不是？那你再加税就不是适量关税啦，那不就大乱了吗？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整个政策规划太草率了，太草率了。
重点是它现在也这个无差别攻击，不是只有国家而已，现在连产品品项都会产业一直也是在进行一个无差别攻击的状态，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再加新的，所以大家就会有一点茫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请教一下盛峰老师。他最大的快乐就是每天活在世界的头版新闻里。你不觉得吗？他有哪一个世界的哪一个美国总统，或是一个世界的领袖，可以这样天天在全世界的媒体里面，每天都是讨论的焦点？这是他最快乐的部分。而那一个企业出身的王国的领导人，还有一个特点，因为在他的企业王国，他说了算，没有监督，没有制衡。老板就是最聪明的，乱七八糟。对，绝对是。那他也把这样的性格，现在充分的放到他的这个内阁里面来。因为第一任的时候，很多人掣肘他嘛。那现在他知道，我不用这些人嘛，我就用你们来，都是哇，川皇万岁，这样子。那第二个呢，这个以前呢，大陆曾经给川普有一个绰号叫“懂王”啊。什么叫懂王？那什么都懂，他什么都懂。他最近呢，听说又改了绰号了，叫税王。他变成税王，什么都要万岁的税啊，税王嘛。他以为用了这个什么关税是万能，所以解决美国制造业的问题，用一个关税这一招啊打天下。结果现在出现的是乱拳打死失误啊，而且乱拳打死他一群朋友啊。他第一个懵的就是加拿大，他说我一辈子跟你说嘛，这怎么是这个样子？第一个。墨西哥可能心里还好，因为墨西哥常常被欺侮，所以他可能他心里有准备啊。加拿大我相信绝对没有准备。第二个没有准备的就是那个丹麦的格陵兰，那丹麦他怎么会呢？怎么二战大战结束以后，殖民统治结束以后，帝国主义结束，怎么忽然冒出一个家说我要你的东西？然后更可怕的呢，就是以为用了一个关税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请不要忘记，人类这40年来。在美国的推动下，所谓的全球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家在各自的领域上生产最有利的东西，然后互补有无。这是美国推动出来的。对，在这个里面，小小的台湾才可以用缺少资源的情况下，发展自己最有利的一个产业，它不必全部都发展。台湾不必发展汽车业啊，也一样有廉价。世界最好的汽车可以用，那我只要把芯片，我只要把 IT 这个产业做好，我就可以在世界上我有一席之地，这就是全球化的重点嘛。那现在美国呢不一样，现在这个全球化你布好的局之后，现在一棒打下来，你 IT 强是吧？那我不想拿，我就抽你这个关税。你这当时是你全球的布局耶，现在变成你全球的收割。这收割的时候，问题是你收割不回去呀。你看台积电，你可以用抢的抢走啊。那我问你，他能够把华为抢到美国去吗？不可能。这很简单嘛。他可以把加拿大这一个他眼中要把它变成一州，他就发现要收就不容易收了。像台湾这个他还有机会，像那个他就困难了。所以在这个的情况里面呢，美国这样子恶搞的结果呢，这一个用关税想来解决事情的结果。它一定是痛苦的，而且不会是成功的，这个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那同样的道理，你们再注意看一看，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很难够再深入来看一下这个关税战打下去。我可以在这里跟各位预告，最大的受益者，会间接的最大受益者就是中国，因为它拥有可以挡住关税最大的条件就是市场跟工厂。对，而且这个市场不只是大陆本土，跟它土地连接在一起的东南亚。中亚、西亚这个建构起来的条件呢，有多强？这是美国所没有的。好，请教一下岳老师。我接着讲啊，王毅上个月啊问美国4大问题啊，贸易逆差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啊？大家自己讲嘛啊，就是大陆本身的。刚刚亮哥也提到了，制造业的竞争力，美国的制造业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美国的制造业的竞争力是下降，根本就没救了。你知道为什么？我等一下要解释一下，通货膨胀是好转了还是恶化了？啊，民众的生活是变好了还是变糟了？我再加一个问题啊，鸡蛋买到了是便宜了还是贵的？啊，这美国现在搞成这个样子，那我这里面最主要强调啊，首先呢，第一个，那个川普本身呢，我确实他这个人很笨很坏，他的经济学不懂啊，他现在在搞的话呢，就是说他自己随心所欲这个乱讲啊，这个大陆的话呢，你们这个关税可以降低，但提出来卖给我。啊，他那个范思佳嘛，4月5号以前要卖给我，人家理都不会理他，大家都这些人都不看新闻，根本都不了解大陆老神在在，一招推一招的出来啊。
现在的话呢，大陆会积极的运用3种力量啊。这个第一种力量，大陆自己本身的话呢，对跟那个美国打关税战做得非常好。我们刚刚讲到小米是大陆一家公司，大陆本身的生产各方面来讲，大陆可以不要美国，美国不能不要大陆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招数。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大家要想一下，美国长期来为什么要推动全球化？就是因为美国，我讲这我都不好意思讲，美国自己拿了个纸印了2张钞票，就跟那个什么台湾啊、越南啊换2条牛仔裤回来。就是100块美金的这种感觉，这种全球化是他原来要的。他现在不是听到那个范斯写了一个那个什么穷鬼的悲哀什么的东西啊，就觉得说美国的制造业什么铁锈州什么的，美国人生活得非常好啊，因为你拿纸换东西回来的话呢，这种情况他不要。那你现在要制造业回来的话，美国怎么可能制造回来？你现在得到了这个加拿大、欧盟、什么日本、韩国，通通乱搞一通的话，你这种关税打，你现在才上台60几天，你还能够搞出什么花样来？接下来还有3年多啊，3年大多。好了，另外最重要的，什么汽车制造业要回流美国，我不想我提醒大家消息，就是说美国前一阵子的话呢，3家大的汽车制造厂在罢工，要求什么？然后呢，拜登去了，川普也去了，他们都怎么处理？他们全部答应，所有你要求讨厌。要求涨薪40%，通通答应。美国的汽车工人贵成这个样子，那怎么去买美国车？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时候马斯克就讲了一句话说：“这样子不得了，让美国的汽车生产业就马上就会结束啊。”那你看这个，为什么美国人要买德国车？啊，那德国本身来讲呢，那就是好嘛，那又好看又好用，对不对？那还是贵的，那另外还有便宜的，美国都不敢买大陆的新能源车啊。那一下的话呢，这是把美国的汽车制造业打得垮垮的。所以这里面的话呢，出现一个情况，我真的是非常想看到美国搬了石头把自己的脚全部打烂以后，4月5号 TikTok 不卖的话，看看范斯会说什么话，就知道了，真的就知道了。好，不过呢，在4月以为会是一个终结点，但我现在看到它上任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应该不会，应该还会有后续的发展。好，毕竟这一招要走天下，但是呢，他现在内部的部分，他要先面对民主党对他有非常多的一些意见。好，这个很重要，因为国安可以这样草率吗？现在呢，这是《大西洋月刊》全文刊登，你看这个文章上面呢是还有什么？还有时间点的。他说呢，怎么会在建立这个群组讨论要怎么打也门的时候，把一个大西洋月刊的记者给拉进去了？甚至呢，里面详细到什么时候 F-18要起飞，什么时候 MQ-9无人机要开始打击，通通列出。那他就会说啦，这么核心的事情全文公开，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目前为止，所谓的川普政府还没有办法说清楚，而且呢，他们说里面有很多的垃圾话，或是有很多的真心话，通通讲出来。譬如说呢，范斯他就很反对，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多的钱去打这个也门这一些的反抗军？原因是因为欧洲人才是那边经过的大宗啊，它贸易比例经过那里高达40%，我们只有3%而已。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又让欧洲给搭便车呢？而另一件事情呢，则是川普到目前为止出了这么大包，还是在挺这一位叫做沃尔兹，是他的国安顾问。他目前是已经承认，就是我会负责啊，我已经出包了，他会再做后续的发展，但他怀疑这里面是不是有人，比如说入侵啊、骇客啊等这一些的内容。而且呢，现在包括了国家情报总监，包括了 CIA 的局长，通通都要问的是，为什么赫格塞斯会给这么多的机密资讯在这个框框里面？所以国会现在甚至也要查他。其实说到了军北约现在呢是越来越想走出自己的路，毕竟在经济上面现在看起来川普好像跟他们不太对盘。那在军事上面，虽然大家都是北约的成员国，可是呢大家想要走一点欧洲的路，开始做军演了，结果呢却发现有4名的美军在立陶宛这边失联了。目前呢，北约的秘书长吕特证实说，他们呢是已经出了意外，而且呢已经丧生。但是现在在欧洲想要走自己路这样的一个声音，其实还蛮多的，包括了德国现在是不是要成为北约的核心枢纽？因为他们的新的政权才刚刚这个联合政府这个解散之后呢，又组了另一个联合政府，他们就是希望短期内呢，新政府可以大力持续的提升国防军的战备能力。其实呢，在整个这个欧洲里面，不是只有德方这边比较有军事上面的一些基础
法国他更想当老大了，所以呢，马克宏马上讲了，欧洲驻乌克兰部队其实未来他们认为可以回应俄罗斯的攻击。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跟俄方之间就有可能会引起所谓的第3次世界大战？大家就会很担心，要这么冲吗？因为在欧盟里面听到的好像不是这样啊。现在所听到的是，欧洲其实已经开始放弃出兵，而要转向其他的替代方案了啊。内部呢，当他们讲说希望呢能够花1500亿欧元一起来贷款，然后大家一起用来做国防投资的时候，哇，法国不同意了。可能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付很多钱在国防上面了。意大利不同意了，西班牙状况不那么好，拒绝了。那这个局还能成吗？欧洲一直以来，因为呢都是大家必须要同力才能做，所以能做一点事情，大家就认为有没有共识呢？另一件事呢，则是川普现在呢，对于欧洲他最想要的就是那个丹麦的格陵兰，因为为了国际的安全，我们需要它。他说这个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非常重要。地图上来看，你可能看不太出来，但是如果你是从极圈的地图来看，你可能比较熟悉一些。原因是因为呢，当你这个极圈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俄罗斯哇这么大一片，然后这边呢是欧洲、芬兰，格陵兰呢就在这个地方。那所谓的美国在哪里？美国在极圈里面其实只有阿拉斯加这一小块。那他现在呢，当然破冰船要赶紧来造，要跟加拿大一起来合作。但如果他拿下了格陵兰，哇，他在极圈的位置就不一样了。加上目前气候暖化，未来极圈大有可为。当然啦，他也担心他的安全，所以我们就想要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在美国来说，他们的国家安全非常重要，但是出这么大一个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致命错误。不，就是这个 Water， 他的核心幕僚邀请了某些人进来嘛，就拉错啦，怎么会拉错嘞？对，所以目前传出来是，他可能会叫他下面的幕僚离职了，有人出来扛，就是弃居保帅了。因为川普要保这个国安顾问嘛，那他就找里面的人出来，这个担这个责任就是，对啊，就好像那个柯建铭不小心把王定宇的东西卸给徐巧芯呢，对不对？那如果追究起来，就是追究柯建铭的助理有点类似了其实这个是幸好是也门的计划，那如果是中国的或俄罗斯的呢？那你就知道这是多大的新闻了全世界头条，哇，都超级头条啊！美国跟中国的秘密作战计划，这还得了啊？对不对？其实这个新闻也有点诡异了，就是在这个新闻之前是《纽约时报》独家嘛，说不要让那个马斯克去听那个美国跟中国的作战机密嘛，对不对？对。那民主派的媒体都去骂马斯克嘛，说你在中国有这么大的投资，不适合，你怎么可以瓜田李下来听这个呢？那后来川普就一直说那是假新闻，对不对？还大骂《纽约时报》可是我认为那是真的啦，因为我不相信川普，我相信马斯克。马斯克说我要来查一查是哪一个军方泄密，就表示这件事情是真的表示有这个东西。因为马斯克说他要查军方谁泄密，川普是直接说《纽约时报》是假新闻，对，这差多了。我当然相信马斯克那我觉得这里很诡异啦，就是更耐人寻味的是，谁主张让马斯克去听这个东西了？这个真的很诡异那后来当然那个就整个被取消掉了。可是军方的人真的在里面那结果那天不是就跟川普报告 F-47吗？对，那个没有人相信的因为那个根本就是还在实验室，项目还在试验阶段，这边大吹说美国的6代战机就叫 F-47，因为川普是第47任，真是抱歉，我觉得那些军方因为已经邀了，所以在那边只好掰一个题目不然他们事实上在要谈别的东西了那就变成是连续2次泄密
一次是马斯克要去，那次是要听中国啊，一次是谈也门，结果你把大西洋月刊的总编给拉进来，连续2次出包。那到底这个要算在谁身上呢？因为现在呢，赫克塞斯人在亚洲进行出访，会不会在美国他就变成了代罪羔羊？回去之后就被换掉了呢？这个其实呢，在美国内部的政治，当然啦，它有一些民主共和之间他们彼此的一些问题，但是大家更在意的是，美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重要的国安，甚至是世界的情报资讯，能这样轻率的、草率的对待吗？我们先进广告。好，我们来看到的是呢，现在其实，在俄乌战的还在进行，还没有完全停火的这个当下，大家所知道就是美国它到底现在跟欧洲之间怎么合作？那美国现在一直泄密，大家盟友会担心啊。请教盛峰老师，第一个，美国的泄密已经有出现体制性的问题了，就已经不是个别，你有没有注意？就是说，才短短的这一段，老是出事。这是体制出问题，就体制出问题跟他的领导风格，跟他现在整个的政治文化有100%的相关。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鄂尔多安现在出状况了，对不对？假如那个国际这个什么国际什么总署啊，没有被取消掉的话，颜色革命的故事就会发生了。CIA 就可以介入了。那问题这2个机构现在都被搞掉了嘛。第二个呢，就是俄乌这个俄乌战争里面的将来的乌克兰要不要驻军的问题，现在整个的欧洲是处于举棋不定的地步。到底是乌克兰的中立化，然后能够保住俄罗斯，也能够保住欧洲，或者是要保住乌克兰的派兵介入，这样是防止俄罗斯才保住了欧洲。这个现在显然是举棋不定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第三个呢？就是美国现在在北极圈，刚才大家看到从北极圈角度来看，好像看不到美国，所以美国假如将来在北极圈里面要有所作为，需要有一个格陵兰，阿拉斯加这边呢？对，它那个小一块不重要，叫格陵兰，它才有百变。那我现在对这里我可以下一个很简单的结论，这就是美国想，但是现在有一个情况是想已经心有余力不足了。这个要是在个10几20年前的美国有没有？他想真的有可能会完成，但现在是想心有余力不足。他现在想去拿个格陵兰，现在连个丹麦都可以跟他讲 no 的情况下，你可以讲已经没有那么容易了。好，如果说呢，现在的美国已经不是这么可以为所欲为的话，那我们就想要问问看未来的世界局势会变怎么样。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请苑老师来帮我们总结。节目最后，请苑老师总结。我接着讲你什么叫做心有余而力不足啊？美国立足的时候就是比如说50年代、60年代是美国最强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都不敢做这种美梦因为说丹麦拥有格陵兰已经800年了，大家要看一下这个历史而2次大战后的秩序的话呢，之所以大家依附在美国，并不是因为美国花钱保护川普根本乱讲，人家基本上的话呢，就是相信美国是一个开明的、民主的，而且是一个自由的环境那个时候马斯克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2次大战里面投降的部队的话呢，德国人投降都跟美军投降都不敢跟苏联军投降这苏联军队投降的话，马上调查不调查都送到西伯利亚去的，大家都吓坏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今天的话是自毁长城了我要强调，这个美国2次泄密事件其实我听了个半天了，我在台湾没有听到有人说倒霉的是胡塞这个拖鞋军你知道他们那个轰炸完的结果就死了50-60个人你要想到你美国再强，这个真的很像是我刚刚想到，就是你那个柿子挑软的吃，你要打那种软的胡塞啥都没有了，对不对？这么穿那个拖鞋在发导弹，然后那个川普讲说，这个机会来了，我们打一打。结果后来打完以后不得了，杜鲁门号不行，现在卡尔文号，现在整个太平洋地区没有美国航母就通通跑到中东去了就发觉这个拖鞋军也不好打，然后你机密又泄露了，
另外，我就强调一下，那个《纽约时报》登的消息啊，应该要给大家一个感觉，原来搞了个半天，对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有一个欧计划，哇，这个欧计划到底打还是不打？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好，一开始先带你来看到是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气候变迁等等的关系，发现了竟然在亚洲这边好多国家也都发生了野火事件。首先看到的是在南韩，好，南韩的这个山火野火已经造成了26人丧命，相当于呢是已经烧掉了3座的阳明山国家公园，史上最严重。他们代理总统直接讲了，他认为情况是异乎寻常，但在救火的时候呢，真的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了。原因是因为呢，南韩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坠毁，结果这个驾驶当场丧命，全面呢是已经暂停救灾。那也因为呢这场野火烧不尽，到处呢这个野火蔓延，甚至就连他们的千年古寺也烧成了灰烬。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叫孤云寺，是建于西元681年，到目前为止呢是有1344年的历史，是当地呢最具代表性的大型寺庙，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一幕，信众看到的时候，眼泪真的掉下来，因为这算是他们的信仰中心。而且这一把野火也烧到卫星都看得到，说卫星上呢，你就可以明确的看到烟雾云团飘向东海岸，你就知道这个火烧的有多么样的旺。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核电厂，其实呢也在这附近，所以呢希望不要再扩大了。但是呢，当大家都在想怎么样救野火的时候，突然出现阴谋论了。原因是因为呢，他们说这个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金建熙，也就是前第一夫人，是办了一个改运火计。好，原因是因为呢，先前不是呢，当这尹锡悦面临了一些这个指责或者是呢一些指控的时候，有人就说金建熙其实蛮迷信的嘛，有很多的东西传出来。现在就有 YouTuber 讲说，是因为他们的第一夫人金建熙想要为家庭改运，帮尹锡悦改运，所以举行火祭啦，不小心才会造成野火燎原。但现在呢，他们的总统府是已经发声明来辟谣，说绝对没有这件事情。而就在呢这个内部烧得很旺的时候，外部有一把小火在烧，这在黄海这边。原因是因为呢，您看看黄海这个位置中间浅蓝色的地方呢，基本上就是中韩他们的一个争议区。好，现在呢，中方在这边呢说他们要养鲑鱼，然后韩方这边看到的是那种大型的，比如说钢架所组成的东西，他们认为呢，这个是不是有军事目的？当然，中方就会直接的告诉他，这个就是我们的养殖设施，不影响你的权益。但韩国这边马上也用了大型的漂浮物作为回应措施，两边呢就在这一块呢开始大家彼此在构筑起来，要较劲。但是会不会擦枪走火，这是大家最担心的。而他的邻国日本现在也野火了，3个县呢都狂烧，所以他们的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派了20架直升机来救火。同时呢，有岩手县这个地方是已经烧了1个月，爱媛县呢还造成了7万户大停电，是50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在外部、内部是这个样的情形，外部呢则是持续的在跟美方这边有所联系。好，毕竟呢，美国的防长即将就要来访，所以他们的护卫舰呢也开始来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海军基地这里。首次停靠要显现的就是日菲两国是有在合作、有在帮忙的，但是还是要顾肚皮还是要吃饭所以呢，当王毅来访的时候，石破茂就在官邸接见了他。只是有人就说啦，王毅日本通，看起来做的很自在，但是石破茂呢拿个小册子，好像蛮谨慎的在讲。有人就说，是不是因为现在他希望中方取消对日本水产这一些进口的限制，所以显得特别小心翼翼，透过肢体语言上面会让人家有这样的一个想象。但是呢，在中日彼此之间，现在民间所感受到的是，
昨天小米日本第1间店开业了，说外面排的人山人海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如果近期你到日本去旅游看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从去年开始在讨论的就是所谓的白色家电。为什么中国制的家电现在在日本慢慢的走向 C 位，甚至在海尔啊，他们的市占率可以达到将近快3成左右，有一些呢可以来到4成，是什么样的原因？很多人都说是价格战。47年前，那个时候邓小平呢去日本访问的时候，他特别要去看 Panasonic 工厂，因为那个时候的日本家电真的很厉害。现在呢，价格战下面是不是让中方变成了 C 位？那日方跟中方之间经济、国防、外交跟美方之间如何取得平衡？回过头来请教一下亮哥，您要怎么样来看？现在呢是日本有山火之患，南韩的山火目前造成26人丧命，烧掉了3座阳明山国家公园。这可能有类似的原因啦就是韩国的东南部是从庆尚南到山清郡开始烧的，3月21号那东南部是南高北低的气压，然后高温的西风吹过来，那就碰到这个干燥的气候。那有人就怪了，说是清明扫墓啊，那把附近的杂草清除了。有没有这个可能性？然后就烧起来了那这个反正就是他难得碰到这样的一个，就是有一个南高北低的气压，然后又有那个比较温度比较高的风吹过来了，那就是如果有火星就烧起来了那坦白讲，我在韩国我也很少看到这种局面，就野火这么多了那结果这个就。因为你就知道这个讨厌静电系的人有多少，这样还要给你扯一下，这样什么萨满教啊，什么鬼的，结果日本也有对，这个你就看到这个韩国的政治跟台湾有得比，这样留言一大堆这个我倒是觉得这个中日韩之间的接触最近就是他们签了一些说愿意继续。对话的协议嘛，它有20几项是。那表面上来也说中日韩的 FTA 也重新开始讨论了我觉得这个都是做给美国看的啦，就是很多国家现在都有这个同样的态度了，就是川普就是地图炮到处乱打那各国就要跟你讲说，那我们就跟中国好一点这欧洲也做类似的动作对。就你这样乱打我们只好去中国找机会了那你美国要把这个因素估计在内所以尤其是日本我觉得是最明显的啦，就是在那个水产的部分，那个福岛的那个核污水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是那海产有机会重新这个出口到大陆嘛。也包括水果啦，一大堆啦，是所以他当然要掌握这个机会因为知道川普接下来对等关税，对日本尤其是对韩国了，韩国的关税高达13.4%一定是美国的重点对象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在找机会，希望能够得到弥补了那至于家电产业，日本早就已经退出了啦。以前是韩国那现在就是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是因为它的公司够大所以它常常可以提供一些个人化的用品，因为日本有很多人是单身所以他需要一些单身用的家电据我了解，海尔是做的非常多所以为什么会在日本卖的特别好它有非常多的个人用的家电这个其实别的品牌不多见那反正现在就是没有结婚的人越来越多离婚的也越来越多所以家庭很小的，就是需要这种小家电就像那个米包装，现在也有1/4包的，越来越多嘛那我觉得在这方面做的最彻底、产线多样化了，就是中国的家电。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的基数够大，所以它每一个个人化的产品还是一样可以卖出1000万件
这个别的国家真的没有办法了。好，其实呢，当我们讲到小米的时候，它昨天在日本开了第一家店，然后外面排了人山人海，甚至呢，在今天还有人说小米的米就是这一个，竟然呢倒过来看就是所谓的仙桃的仙，说雷军是不是故意的？反正现在网友就有很多的想象。但不管怎么说，当中日讲到经济这件事情，请教一下盛峰老师，因为这一回王毅他去到了日本，其实大家就会看到底谁见了他，签了什么东西，王毅说了什么。这样子哦，这个我们先从小事来谈起啊。这个小米的家电，大概用过的，在台湾少数能买到的，应该可以发现，扫地机最物美价廉的，最美价实的，就是小米的扫地机，真好用。这个别的不知道吗？我太太使用的经验就告诉我，她用的小米是最好。不止如此啊，这个中国大陆的家电，除了刚才这个亮哥讲的以外，再告诉各位，它已经进化到那一种以你为中心设计的家电，对，越来越多。什么几个例子？比如说我在这个冰箱也好，或者微波机也好，或者这个烤箱啊，这些厨具啊，它可以做到那个荧幕上啊，然后可以输进我今天要做什么菜，然后输进去的时候就有开始不是菜谱啊，是有人实际的操作，让你这一道菜应该怎么做的画面。你看你都已经智能化了。等等啊，只有你没有想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没想到的。所以整个的家电，包括日本秋叶原，你去看看那个西味啊，现在可能越来越多了。第二个呢，就是中日韩，大家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中日韩尤其是要明白。无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从经济互补的角度来看，是跟着美国走呢，或者中日韩三个合作一起走呢？我想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出来，中日韩三个合作一起走，所能创造出来的亚洲效应啊，可能真的是东风压倒西风啊！而且不必再受制于美国的种种，却能够发展出独立的亚洲的性格、独立亚洲的能量啊！这个就在于韩国跟日本的选择，日本有一种吞不下去的感觉，因为100年来日本是亚洲的老大嘛，他一直认为是老大，怎么现在我这个老大在国际上、在亚洲上的分量越来越不如了？那韩国有一种更奇怪的心情，韩国当然是我所见过、我所接触过的亚洲的民族里面呢最爱面子的。什么意思呢？我随便举2个例子给各位，这种你可以投射到国际政治上来。在当时啊，韩国的车还都是从这个自己制造的车啊。那时候台湾有个福特啊，福特里面呢，我们有1600的跑天下跟2800的千里马，他就用1600的引擎装在2800的千里马的那个重车身上。那因为看起来比较壮观嘛，可是常常那个坡有没有就跑不上去。那重点不重要，重要是那个气派要给你看到，还有他那个座椅啊，大概当时前2周的轿车座椅最好的大概就是韩国。为什么？面子。韩国人这个要面子的情况，尤其当他站起来，大家2次大战的台湾跟韩国是世界的2个奇迹，一个从农业社会跟战后里面可以站起来的一个进步的工业国家，而且是过去是没有基础，不像日本了。所以他一直觉得韩国可以主宰世界了，他的汽车可以卖到全世界了，他的什么等等，这种自大啊，在面对中国大陆刚改革开放的时候，那韩国人的嚣张劲，你在中国大陆可以看到啊，那还是走起路来是行东西右南北的啊。所以一个是认为100年自己的大国在亚洲，一个是自己认为新兴的大国，那中国算什么？所以对于中国的崛起，他们既紧张，真的嫉妒恨呢，通通都有。那在这样的心情下，使得中日韩之间的这一个合作，再加上美国的因素啊，没有办法顺利的达成。我在强调的讲，中日韩从地缘政治的格局讲起来，而且从经济互补性的角度讲起来，再来看整个亚洲提供的市场讲起来，3个人合作起来的结果呢，他们应该可以创造一个亚洲的新时代，东风压倒西风啊！是，请教一下苑老师。我觉得这里面的新闻呢，可以分成中日韩3个部分的啊。首先讲啊，就是韩国这个森林大火啊，我们这个因为它目前死的人呢不止26个了，重伤还加上8个啊，远远超过30多个人。目前为止完全没有降低火势的情况。
这是一个悲剧啊。但是我顺着我们这个盛峰委员的话来讲，韩国就我所知啊，是战后第一个唯一的是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已开发国家，是这个 OECD 公认的哈。那我觉得韩国这一阵子的表现呢，确实是有一点言过其实的。因为不管怎么讲啊，这个火灾的事情的话，你在整个这个监督啊各方面的话呢，然后最重要的是，它有2座千年古刹。这韩国人按照你这个讲法，韩国人这么要面子的话呢，啊，他们这个门面上的这个佛教啊，因为我们系里头有韩国的这个住持啊，庙里的住持，韩国人佛教很兴盛的啊，跟中国大乘佛教比较接近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希望，我不忍心在这个火灾啊上面说什么，但是因为韩国到目前为止没有传出那个加州火灾那么荒唐事情，什么救火没水啊这种现象，我觉得大家很积极的救火，然后他们的千年古刹被烧掉的话呢，任何阴谋论呢，讲到萨满教的火祭啊什么，这个其实讲起来的话呢，就是把这个政治啊这个内斗搞到这个给外人看笑话了。但是我觉得有2点非常值得谈的，就是说王毅到日本去的事情啊。其实王毅到日本去碰到石破茂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气氛上并不是很好。日本人对王毅是非常欢迎的，对王毅基本上去日本不管多少次，只讲3点。第一个就是日本受到美国的影响，然后第2个的话呢，就是这个20大战中的那种仇恨记忆啊，然后第3个就是对台湾的，所以它是有层次的。就日本如果不听美国的话呢，中日之间关系可以做一下啊。然后呢，就是说是他常常他讲说是什么一江带水还是什么的哈，就是用了很多一衣带水啊，就是强调说日本跟中国之间的原来不必把关系搞到这种地步。那么过去的记忆不太好。那么现在的发展呢，听美国的，那未来我们要展望未来的要做什么事情呢？要做什么事情呢？我跟大家强调啊，这个小米很厉害啊，家电啊，你刚刚讲海尔的家电啊什么的，因为大陆的制造业非常发达，然后所有的话，这个制造这个情况啊，其实说一句良心话，那个日本的家电，大陆别的不行啊，就是原来是山寨了，现在自己做的这个技术上啊。物美价廉啊，大陆的家电可以便宜到什么程度啊？你真的会吓一跳啊！因为我曾经在这个疫情期间在大陆待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租了一个房子啊。那个时候的话呢，我家里有亲戚，他们租了个房子，要搞到这个。要开始的话呢，空房子了，一进去，我当时吓了一跳，叫我自己去买家电啊。那个小米的家电到小米店，我到现在连那个用的那个洗澡的毛巾都是小米的，那边非常。你那个扫地机器人是老早就开始用了啦，啊，那个本身来讲，大陆目前的制造业在家电上的取代日本原有的势头啊，这是非常的，我可以大胆的预言啊，这个取代的过程不只是家电而已啊，因为日本本身的话呢，我有一点我不是非常清楚，但是我觉得日本人没有那种好像基于什么情况下就抵制啊或什么，他觉得好他就用啊。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大陆的不止家电啊，你可以想到以后的话呢，就是机器人啊，或者他们的新能源车啊，或者所有的话呢，感觉到物美的价廉的东西的话呢，日本就用。但是我觉得日本长期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对于大陆的这种所生产的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所以我觉得未来啊，中日之间有合作的空间。日本要卖这个水产到这个大陆去，大陆要卖这个家电到中国，彼此之间的互通。我个人会觉得说，中日韩3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啊，是要开始谈了，而且我觉得这一次会非常有机会，因为难得啊，美国这个胡搞乱搞的结果，那个很自然他们会有发展的空间。